Well, I really don't care if they die. Hello， 大家好，我是香蕉。因为一直有人问啊，就骷髅战士加药流打这个怎么样，打那个怎么样，所以这一期的影片内容啊，主要就是骷髅战士加药流打最高难度的各个终局王的全程演示，给没有玩过这个流派的观众感受一下这个流派的游戏体验。然后因为时间比较长的关系，就免得大家无聊，所以我顺便做了个常见问题的 Q&A。这几天啊，在前几个影片的留言区还有巴哈上面就收集了一下大家比较常见的问题，就希望给大家做一个参考。那么问题的列表在这边，如果看到有需要的，可以跳到后面对应的时间自行使用哦。适合拓荒使用吗？需要什么程度才能玩？58级之前不适合，因为最低需要58级拿到献祭这个惊魂技能才能启动。不过除此之外就没什么要求了，低配也能玩得很舒服。如果想后面转这套的话，前期用什么流派过剧情比较好？前期召唤比较轻松的流派应该是弓箭手毒爆流吧，装备大部分也通用。当然你也可以用那个求生术快速过剧情。不过我自己当初是用骸骨风暴玩起来的，就刷图靠骸骨风暴打出第一具尸体，然后开始手动施暴。打王的话就靠喝红药硬撑来撑高我们的恶魔变身的层数，然后用骸骨风暴去秒王。我自己是觉得挺好玩的啦，但是就不算强。我是什么职业什么升华可以玩吗？可以，这个流派就没有很绑定升华，其实核心就是拉很多只骷髅然后炸死他们而已。就算你是骨灵呢，天赋也可以从下面绕过来鬼转施暴时。我自己是没有玩过其他职业啦，但是我觉得这个流派就没有绑定太多的东西，就不同的升华可能都能找到自己的适合的路线，不一定要跟我完全一模一样啦。虽然可能强度上会有差，但是单人王的血量就只有3200万，你一炸9000万跟一炸6000万，你也体验不到那个差别在哪里。我可以点 CI 天赋吗？就跟我前面说的一样，都能玩。就如果你真的很怕混沌伤害，那就点出 CI。没了血幻的惊魂，伤害的上限可能会有差，就可能差7-80点惊魂吧，不是不能玩。甚至如果你干脆就是其他升华来玩的话，你本来就没有浴火这个生命幻惊魂，我还会推荐你点出 CI。还有，如果你都已经带着50只骷髅了，点出 CI 那么少，那么8只骷髅，还有42只打王都还是秒的，那么点出来我觉得也没什么问题，就灵活运用了。我可以点火器协议吗？可以点，但是点来做什么？我们缺的是蓝的上限能够一次过炸光，但是其实我们并不缺蓝，我们在等待骷髅复活的时间就可以慢慢的和药回起来。骷髅战士可以堆到多少级？37，就这样。为什么我的施暴只能单个炸，不是炸一团？首先确定你有开启这个召唤物死亡时释放，并且有放上这个施暴的宝珠。然后第二就是，如果点了不消耗尸体的天赋，或者带了尸体保存，请取下来。我们需要确保不消耗尸体的概率是0，就确保没有骷髅战士会被保存尸体下来，才能够一次过炸光。然后第三是有机会是因为你的技能等级还低，就一只低级的骷髅战士死掉呢，你的召唤物死亡时释放可能会存不到满能量去触发里面的施暴。这个时候呢，你就需要带一颗能够增加能量获取的辅助宝珠，或者在天赋里面点出这个能量获取增加，就确保每死一只骷髅战士都能够存满里面的能量。一般到了技能等级都在23左右呢，就能够达到这个收支平衡，不需要再增加能量获取都足够满能量了。每次炸光所有骷髅还要等6秒复活，刷图不会很难受吗？刷图我们会关掉召唤物死亡时释放，一只一只的炸，而且大部分消耗的是怪物的尸体，基本上就不需要等骷髅复活。我们只有打王的时候才会启动这个死亡时释放，一次过炸光。平时刷图不想猴戏，偶尔碰到个硬的，要选哪个增伤？魔力暴风，简单快捷，不消耗弹药，所以我直接放在左键。为什么我炸的伤害很不稳定，只能炸多少血？
偶尔会看到有提问说为什么只能炸多少血，一炸只有一点点，然后下一炸又正常炸好炸满这样子。我原本也没有注意到这个问题，但是前一个影片的留言区呢，有观众提到说，目前的终局王啊，我觉得可能不只是终局王，就有个奇妙的 bug， 就是满血开场的时候，好像有个很高减伤一样的锁血 bug， 就炸不出伤害，就需要稍微的砍他2下才能够正常炸出伤害。只是我平常都是等这个骷髅聚集，然后骷髅已经砍了好几下，基本上都是正常出伤，所以我自己就没有遇到过这个问题，就只有这次录制素材的时候才刚好碰到过2次。另外呢，如果你碰到的不是 bug 的情况，可以检查一下2个问题，就一个是你炸的时候有没有切回主武器，就是权杖加缝纫之光，看看是不是猴系玩的时候手上拿着的还是猴系用的咒符之力长杖在放施暴。然后另一个就是看看骷髅是不是跑远了，因为伤害范围是以骷髅战士为中心的范围，如果骷髅还没有把王给围起来就开炸，就可能有些比较远的范围不够，就没有炸到王。力抗黑暗、聚光谱，还有信仰棱镜，要怎么搜索？我把国际服的搜索连接做好放在资讯栏了，可以直接点，或者自己用筛选器筛选这3个词条。有时候输入中文可能不会跳出来，就建议打英文的关键字去搜索。咒符之力是什么技能？我找不到。咒符之力是长杖上的技能，你可以直接去 NPC 商店买一个名字叫冥想长杖的长杖，或者直接去读几根长杖，应该起码有一把会是它。怎么绑定武器？绑定武器有什么用？绑定技能就是去技能这边点开详情，下面有个套装1、2，然后旁边有个小框框，勾选呢就代表这套武器可以用。绑定武器呢，就是把另一套不想用的这个技能的勾都给取消掉。其实绑定技能只是为了省手，像我放完符咒之力，然后不想手动按 X 切回主武器，我就直接在施暴这里绑定主武器，我就自动切回来了。但是如果考虑到很多情况，譬如说灵魂献祭，我们平常用长杖这边放是因为有对这个技能持续时间可以维持很久，可是有时候我在主武器这边临时输出不够，需要应急，那灵魂献祭也可以不要绑定，就2边都能放。玩久了之后，就相信大家都能找到适合自己手感的绑定方法，就不用完全的抄我，就完全不绑定都是可以的，只是需要手动切换武器而已。切换武器之后，献祭的柱子消失了，有影响吗？柱子消失了 ，buff 还在，没影响。践踏鞋被削弱的话怎么办？我们这套基本上不靠践踏鞋，用的时候也是用的正射，就没有用到践踏鞋上面左脚踩右脚的 bug， 只是为了换向轻怪舒服一点 ，nerf 了对我们也完全没影响。为什么要点物理伤害跟法术伤害？一些新玩家可能会跟平常其他游戏搞混了，然后 POE2 是分攻击类型，用武器砍的是攻击，然后用法术的是法术。攻击呢不代表是物理伤害，然后攻击跟法术都可以有不同的伤害类型，像闪电啊、物理啊、火焰、冰冻、混沌都是伤害类型。然后2代跟1代不一样的是，2代的施暴是物理、法术伤害，所以为什么要点物理伤害跟法术伤害？祭祀和刷图卡弹问题。有些观众反映，有时候刷祭祀或者刷图的时候会卡弹，放不出施暴。基本上我觉得是有3种情况。一个是瞬移门槛太低了，尤其是点了 CI 的，在怪堆里面你按着右键以为自己放了施暴，实际上是被晕到没放过出来。另一种呢就是施暴机制的问题，实际上这个施暴它是放出一个小范围的阵法，就一个小火花，就像我现在这样，然后在判定上面有没有尸体，有的话呢就爆炸。如果你选择在墙上啊或者一些地图物件上面放，它就会上不出来。因为这个小阵法是无法站在这些墙上或者物件上的，就像现在这样。然后只要我移动一点点回地面就又可以了。然后卡弹的问题就有可能是从这边来的，因为祭祀的柱子啊或者旁边的树啊诸如此类的，你的小阵法就无法站上去，就造成了这个卡弹的错觉。这解决的办法也很简单呢，就是尽量点在地面上，就不要点在墙上。有时候发现发出来只有单发的爆炸，就是因为你第一发打在了墙上，然后法术回响会自动寻找最近的炸药，所以才只炸了一下。然后最后一种就是施暴会优先选到怪物的尸体来炸，如果很不幸的怪物跟你中间隔了一个空气墙，就有可能造成空弹的情况。比较多人反映是在祭祀遇到了，所以解决的办法其实就是到处乱点，不要炸同一个地方，然后选到了 bug 掉的那具尸体。金魂要怎么堆呢？就这样。
好的，这期影片就到这边，祝大家新年快乐，我们下次见，加内。